第二课，面对逼迫的正确态度，从耶稣学习温柔与刚强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公司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却发现自己的努力总是被忽视，甚至被上司或同事刻意针对。无论你怎么努力，批评和刁难似乎从未停歇。你开始怀疑，难道善良与诚实真的无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职场生存吗？当我们遇到不公，甚至是霸凌时，内心的愤怒与不平是难以避免的。我们可能想反击，想让对方付出代价，但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选择与世界相同的方式来应对吗？还是有更高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呢？耶稣在世时也曾遭受误解、逼迫，甚至是恶意的攻击，但他的回应方式与众不同。本课程将带你从圣经的视角，学习如何在面对职场霸凌时，既能保持温柔，又能展现刚强，既不向恶低头，也不落入报复的陷阱。一、耶稣如何面对攻击与误解呢？在职场上，难免会遇到误解、排挤，甚至霸凌。有些人可能因为嫉妒你的表现，或者单纯因为个人偏见而针对你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做？耶稣在世时面对了许多批评、误解，甚至极端的逼迫。法利赛人试图陷害他，群众误解他，门徒也曾经怀疑他。然而，耶稣并没有用愤怒或报复来回应，而是用爱与真理来胜过这一切。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说：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被针对时，可能表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。永强在一间广告公司上班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从不造假数据来讨好老板。有一次，公司要争取一个大客户，主管暗示永强，数字稍微调整一下，报告要好看嘛。永强拒绝了，结果主管开始冷落他，甚至散播谣言说他不懂变通，不懂职场生存之道。起初，永强觉得很委屈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灵活一点。但当他读到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，他明白站在真理的一方，虽然会遭受逼迫，但神会赏赐他真正的平安与荣耀。果然，几个月后，那位主管因为不当操作被公司解雇，永强反而被提拔，成为新的主管。2、温柔不是懦弱，刚强不是报复。我们常常误解，温柔就是任人欺负，或是刚强就代表反击报复。但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却完全不同。马太福音10章16节说：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
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这句话的重点是灵巧与驯良并存。我们既要保持内心的驯良纯正，也要懂得如何灵巧保护自己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温柔不是懦弱。面对霸凌，不代表我们只能忍气吞声，我们可以温和但坚定地表达立场。刚强不是报复，不需要以牙还牙，而是用智慧来应对。茉莉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老板特别挑剔她的作品，甚至当众贬低她。有一次，她精心设计的提案被老板狠狠批评，但过了几天，她却发现老板偷偷把她的设计稍作修改后，当作自己的创意向客户提案。茉莉心里很气，但她选择冷静，不是直接对抗，而是找到公司另一位高层，巧妙地说：我最近在学习如何改善设计，希望可以从某个最近很受老板喜爱的作品中学习。请问我可以看看完整的提案过程吗？结果，这位高层查阅了设计资料后，发现茉莉的原始设计，事情就此曝光。老板只能尴尬地承认他的贡献，之后也不再刁难他。茉莉的策略正是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的智慧。3. 忍耐与智慧并行。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？有时候，面对职场霸凌，我们可能需要忍耐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让自己无限度的受伤害。圣经告诉我们要使用智慧来保护自己。箴言4章6到7节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。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，智慧为首。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，必得聪明。如何在职场中智慧地应对霸凌呢？1. 保持专业与品格，不要被情绪牵着走，坚持做对的事。2. 记录霸凌行为，若有恶意的诽谤或攻击，记录下来，必要时寻求适当的协助。3. 培养强大的人际网络，建立支持系统，不要独自面对霸凌。4. 适时的离开有毒环境，如果霸凌已严重影响身心健康，或许就该考虑转换工作环境。结语：以耶稣的方式站立得稳。耶稣面对逼迫时，没有选择逃避，也没有选择以暴制暴，而是用智慧、温柔与坚持真理的态度去应对。面对职场霸凌时，我们可以从耶稣身上学习，保持内心的平安，不让霸凌者控制你的情绪，用智慧应对，不要正面冲突，但也不隐忍不报。相信神的公义，该属于你的，没有人能夺走。愿我们都能在职场上站立得稳，不仅保护自己，也活出见证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智慧与荣耀。